这只猕猴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作为花生酱的会计来到他家，因为这两个像小孩似的家伙完全不在意自己，直接掏出了新产品。猕猴试图躲避着两人的打广告行为，站起来生气地告诉他们 ，PB 生活已经申请破产了，他将来终结这两个顽童。这两个笨蛋花着大把大把的钱去投资一堆馊主意。猕猴告诉他俩，你们已经把钱霍霍完了，现在不是什么搏一搏的时候啦，赶紧去找工作。花生酱西装革履的来到自己的经纪公司，直到保洁开始打扫卫生，自己的经纪人也没出来找他。他决定去找自己的经纪人罗尼，敲了半天门没人应，开门才发现罗尼已经嗝屁了。隔天的早间新闻时间就报道了好莱坞著名经纪人罗尼自杀的消息，业界认为这是罗尼因为色欲熏心而产生的窒息性死亡。波杰克送了旺达一个传呼机，这样旺达就能随时呼叫自己了。旺达对这个礼物非常满意，因为自己很喜欢呼人，例如000就是 call me，123则是 miss you。完事后，两人决定一起去征战肉汁餐车。波杰克边走边顺口回了一句我爱你，刚说完，旺达和陶德就诧异地看着他。波杰克急忙改口说了一句才怪，然后慌张地跑了出去。接着又发现自己没有钥匙，老马硬是不愿意回家去面对两个诧异的眼神，宁愿夺门而出，抢走小女孩的粉色敞篷婴儿车。今天的卡洛琳似乎不怎么幸运，满身污泥，手上拿着高跟鞋准备赶电梯。电梯不仅没有等自己，还将她的外套卡在了门缝里。卢塔贝格替卡洛琳取下了外套，递给她一杯咖啡。卡洛琳向卢塔贝格抱怨自己倒霉的经历，卢塔贝格安慰了她后，说自己得去给新厨房找幅画挂上，和一个自己被打爆头还看不出来颜色的墙漆。失去了经纪人的花生酱决定什么工作找上门自己就干什么。戴安惊了，这拉布拉多怎么可以这样摆烂，还是找个新经纪人然后试镜吧，不然自己就得从公司偷食物回家了。花生酱还是决定开摆，美其名曰顺其自然，让命运来决定。波杰克坐着婴儿车来到了剧组，化完妆一进去就看到戴安在扯纸，吓得戴安赶紧解释自己没有偷纸巾。波杰克问戴安，要是花生酱说我爱你才怪，你之后重提此事能明白他的意思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毕竟这句话没什么意义。一边听波杰克说，一边将食物塞进包里。戴安问波杰克，在这个情境中，自己和花生酱是住在自己家里的，还是因为穷到烧书取暖而努力奋斗的时候？这时旺达通过传呼机给波杰克发了个000，但是波杰克完全忘记了是什么意思。戴安告诉他这是给我打电话的意思。波杰克试图忽略掉这个传呼机的消息。戴安看出波杰克有些紧张过度了，波杰克只得承认自己一旦结束拍摄以后，回家就要面对旺达进行又臭又长的恋情谈话。波杰克忽然意识到，那自己只要一直工作不就行了吗？夸赞戴安真是个机智的小妖姬。卡洛琳公主这边好不容易才进了会议室，免不了老板的一顿批评。卡洛琳说自己的早上真的过得很糟糕，老板告诉她还有人比她更糟糕，那就是花生酱的经纪人罗尼，因为他已经死了。所以按时到的大家都在默哀，以及联系他之前的客户，将他们招至公司麾下。卡洛琳一听知道机会来了，因为自己也有很多罗尼手下客户的联系方式。蛤蟆老板告诉卡洛琳，他们完全搞得定大客户，然后将迟到的卡洛琳分配去捡剩货，比如花生酱先生。此时的花生酱正在期待着命运带给自己惊喜，或许命运真的听到了他的祈愿，将一张招募90年代演员的传单吹到了花生酱脸上。觉得传单碍事的花生酱几次三番将传单丢开，最后揉成图案扔了出去。好嘛，命运也是爱莫能助了。花生酱说到鞋子，忽然想到了鞋店，而身后的鞋店正在招募有团队精神的员工。花生酱乐呵呵的就走了进去。波杰克故意在拍摄时摆烂，希望可以拖延时间。卡尔西看着波杰克说完最后一个单词后无奈道，今天花了那么长时间就只拍了这一条，然后让大家收工。波杰克惊了，你们都不内卷的吗？邓新荣准备请波杰克去喝酒，还是熟悉的老酒吧。邓新荣告诉波杰克，自己因为那个经纪人的脸色紫青的高潮着死去，感到非常的难受。虽然患有硬核哮喘，但因为自己也喜欢那样做，哪天死的可能就是自己了。邓新荣告诉波杰克，那种感觉就像眼前有彩虹一样，只要在感受到那种愉悦时吃上一口柠檬，那柠檬汁就不会让自己昏过去死掉了。这
这是一场和上帝的博弈。波杰克觉得这话题过于真实了，希望可以换一个话题。邓新荣想到上帝后，准备问波杰克有没有接受过主的救赎。波杰克一听，还不如聊刚才那个话题。深夜时分，波杰克才鬼鬼祟祟地回到了家里，但是他应该忘了，旺达可是夜行生物。对于早上的事和波杰克无视传呼机的内容来看，旺达知道波杰克并不爱自己，不过没事，因为自己也不爱波杰克。依旧是早安好莱坞时间，今天的节目介绍了河马格汉克的新节目，陶德看得津津有味。刚睡醒的波杰克准备和旺达聊一聊，旺达打断了波杰克，他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互相不爱而已，在一起很开心就可以了。波杰克不想让旺达在所有人面前说自己不爱他，旺达觉得无所谓，因为波杰克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。陶德打断了吵架的两人，告诉他们无论如何我爱你们两个。波杰克以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别开枪，糊了他一脸的披萨。卡洛琳来到鞋店，准备买一双新的高跟鞋，旁边的热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。生活不易，花生酱卖艺。花生酱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家女鞋店的氛围，引得周围的女士连连称赞。回到公司的卡洛琳遇到了卢塔贝格，他告诉卡洛琳，罗尼的手下有一个秘密客户，是备受喜爱的小说家赛林格。为了防止别人打扰他，这个哥们儿来了个假死隐居。卡洛琳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开心。邓新荣等到了进房车的波杰克，将自己的大宝贝交给他保管。小小箱子里是琳琅满目的小玩具，他怕控制不住自己，希望波杰克把这个拿走。波杰克可不想把这种骚东西放自己这里。邓新荣告诉波杰克，自己的女友要是知道自己的特殊爱好，绝对会很伤心的。波杰克仿佛悟了一般问他，如果有人爱你，他就不想让你搞窒息高潮是吗？邓新荣表示当然，这玩意儿实在太危险了。波杰克看着这个大宝贝，心中有了计划。卡洛琳这边找到了隐居的赛林格的自行车店，卡洛琳假装要买自行车，炸出了完全对自行车一窍不通的赛林格，接着告诉他全世界都在等着他的付出，自己作为经纪人可以帮他一把。赛林格果断拒绝了，自己曾经想过付出，但效果并不好，因此自己的座右铭是与其被伤害，不如一人独处。卡洛琳告诉赛林格，有一个地方人们根本就不会看书，只会看封面目录和图片，这种地方全是所谓的阅读奴隶。赛林格一听来了兴致，同意了卡洛琳一起去好莱坞的邀约。暗中观察到旺达回家的波杰克飞扑到沙发上假装难受，旺达看着老马的表演有些无语。波杰克将大宝贝盒子拿给旺达看，嘴里说着要是旺达爱自己的话，肯定就会阻止自己玩心跳蜘蛛侠。旺达丢给他一句去吧，撸得开心，就转身离开。到了第二天，波杰克还在明示旺达，两人的争吵让吃意面的陶德特别生气，这两人已经完全影响到了自己。旺达依旧觉得无所谓，波杰克觉得自己必须得认真来一把了，叫上陶德一起去了家居城。前一秒还在叫陶德冷静不要暴露，后一秒就自爆了。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，赛林格激励了无数的追梦人，他的作品一定可以创作出电视节目的黄金时代。卡洛琳希望旺达可以帮自己，赛林格表示自己也想要做一个向名人提问的真人秀，一个可以和河马哥汉克的新节目竞争的节目，众人一拍即合。对于主持人，卡洛琳觉得花生酱就不错。公司开会表彰，卡洛琳以为老板会对于自己抓住了一个好客户而进行夸奖，结果老蛤蟆只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抓住了百吉饼，就给了一颗星星贴纸。卡洛琳真觉得醉了。旺达一回家就看到卧室的床被整得像个刑场似的，原来是波杰克的专业窒息大全套。旺达调侃波杰克居然还活着，波杰克也强调着没想到吧女人，这玩意儿真的很危险，不过爷暂时还没事儿。旺达注意到床脚居然被波杰克给修好了，波杰克依旧不依不饶地说，没错，我就是去五金店买装修窒息大全套的东西时，故意把床脚也修好了。旺达看着老马这副模样，问他，你想跟我谈谈咱们房间里的大象吗？大象表示勿 Q， 我走就是了，然后跑了出去。波杰克准备直接在旺达面前展示一下这大全套的操作，旺达无语的正想离开，波杰克一急，差点真的结束自己的一生。旺达一看，这家伙居然玩真的，走回来大骂波杰克这个憨批，妥协的说了一句，好吧，我爱你，但是你得对自己负责，不能再玩什么心跳蜘蛛侠了。波杰克觉得自己不会做这样的事，旺达当然知道，但如果你也爱我，你就不会去做。波杰克取下绳索后还在嘴臭，自己不做不是因为也爱旺达，只是因为自己是个胆小鬼而已。深夜的办公室，给卢塔贝格打电话的卡洛琳来回踱步，她不明白自己让一个鞋店雇员成了黄金段节目主持，又让
一个法律上已经死了的英雄不朽，但为什么没人在乎？罗塔贝格问他想要电影主演式的鸡汤吗？卡洛琳同意了。罗塔贝格继续开始了灌鸡汤行为，告诉卡洛琳，你是电影的主角，为了最后的成果能有苦尽甘来的感觉，你必须经历磨难，就算身边都是混蛋也没关系，因为这部电影的主角不是他们，一直以来这部电影的主角都是你自己。卡洛琳觉得心情好多了，感谢了自己的办公室邻居卢塔贝格。电话的最后，卢塔贝格告诉卡洛琳自己可能要和凯蒂离婚。波杰克来到了房车，准备将灯芯绒的大宝贝还给他，敲了门才发现灯芯绒就算没有了道具，依旧死于窒息，就连柠檬也没能再救他一命。这一集依旧是带着荒诞的剧情，讲述了波杰克和朋友们的两条故事线。大家都知道波杰克是个胆小鬼，所以当他脱口而出爱这个字的时候，让陶德和旺达十分震惊。这一整集都在展现波杰克为了逃避自己的爱做出了荒诞的事的故事。他或许从心底里已经爱上了旺达，但是又因为这个词过于沉重而选择插科打诨蒙混过关。但是面对旺达对自己的态度，又宁可以死相逼，直到最后获得了旺达的口头爱意才松一口气。人皆欲望的傀儡，最后的波杰克因为胆小而保住了自己的命，但灯芯绒仍在被爱的情况下还是向欲望屈服，献出了生命。围绕着另一条线展开的是卡洛琳的故事。卡洛琳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，总是努力得不到相应的褒奖，因此而感觉丧气。但就像卢塔贝格所说，人生就像是自己为主角的电影，一切的磨难都是为了苦尽甘来，所以当遇到困难时不妨放手一搏，毕竟没有任何人能在我的 BGM 里打败我，就算是生活也不行。